大家好，我是叶先生。现在是晚上10点，尽管我们从未见过面，但希望我的声音能给你带来一丝温暖。判断一个人心里对你的感觉，不仅要观其行，还要听其言。比如长辈会叫你的小名来暗含宠爱，朋友叫你的外号表示亲近。关系的不同，情感的变化会直观地反映在称呼上。男人动了情，往往不是喊你老婆，而是会叫这3个称呼。第一，爱人。很多人对自己的伴侣不喊媳妇儿，也不直呼其名，而是称呼爱人。这当中表达的既是亲密又尊重的情感，在外人面前毫不掩饰你的身份，浪漫又直抒胸臆。在节目《你好生活》中，荧幕前素来字正腔圆、端庄严谨的康辉给老婆打电话时，柔和地说：“我爱你。”朱迅惊呼：“结婚这么多年了，还能这么腻歪？”康辉与妻子已经结婚22年，他们的爱情少有人知，但知道的人没有一个不羡慕。平时工作忙，只要一有空闲，康辉就会回到家，来到妻子身旁同做家务。妻子喜欢猫，他怕猫，但他总是乐呵呵地听他说猫猫的琐碎。妻子摔伤了，他推掉工作，陪着妻子去理疗。康辉对妻子的爱正如爱人这个称呼，既亲密又尊重，比老婆多上一份浪漫，比直呼其名少了一份厌倦。唯有爱之深，才会呼之切。这种情谊虽不轰轰烈烈，但爱意不减，反倒更能抵御时光的侵袭，行稳致远。第二，傻瓜。知乎上曾有人问，爱一个人是什么样的感觉？高赞的回答是，突然有了软肋，也有了铠甲。人在现实中生存，有时不得不变得坚韧，假装坚强。而当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，会天然想要保护她心里的孩子那一面，保护她的天真和傻气。笨蛋傻瓜这类称呼听着像是责怪，其实言语间都是温柔与疼惜。看过一部年度最佳纪录片，名字叫《我只认识你》，讲了一对老夫老妻的故事，引人落泪。两人已经相爱了几十年，突然有一天，丈夫树峰得知老伴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年痴呆，智力只有4岁的水平。自那以后，魏芳总是丢三落四，门牌号也记不住，有一回还错把一次性鞋套当成了帽子戴在了头上。魏芳变得爱胡闹，把发卡扔到马桶里，吵着没有发卡用了。看着老伴的种种笨拙，淑峰总是能很耐心温柔地说：“哎呀，又要去给你买发卡了。”树峰对魏芳的宠溺就像对待一个不懂事的孩子，一方面担心照顾他不够好，另一方面他喜欢的在意的都依记着。男人把一个女人看成傻瓜，并不真的觉得她傻，而是在他心里，即使你做着最愚蠢的事情也是可爱的。嘴里责怪着，心里只有疼爱，语气听着嫌弃，眼神皆是宠溺和保护。在他面前，你可以做最真实的自己，展露最天真童趣的一面，而不必假装坚强。第三，专属的昵称。9岁的表弟有一天跟我说，他很喜欢班里的一个女孩。我笑着问他：“你才多大呀？知道什么叫喜欢吗？”
表弟一脸严肃地说，当然，除了他，任何女生都不能用我的杯子喝水。童言无忌也最真挚，他们往往更明白，喜欢一个人其实就是独一无二的偏爱。男人爱给喜欢的人起专属的昵称，不是调侃嘲笑，而是你在他心中占有无可替代的位置，他把这份感情化作了称呼。大作家巴金曾谈起他的爱情观，我看不惯那种单凭兴趣爱好或者冲动，见一个爱一个，见一个换一个的做法。人应当知道怎么控制感情。巴金身体力行表达了他的专一。自妻子萧珊去世，他再也没有倾慕过任何一个女子。他拒绝了朋友帮忙续弦的好意，而是把萧珊的骨灰放在了卧室，把他翻译成的小说摆在床头。任弱水3000，我只取一瓢。认识你以后，我再也没有仰慕过别人，想取一个称呼，专属于你。细节彰显感情，一些看似无足轻重的地方，足够判断一个人是否爱你。有句话说得好，这世间所有被爱都是幸运。你的难过与忧愁，有人静静聆听；你的欢乐与幸福，有人与你同乐。有人与你立黄昏，有人问你粥可温。不要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，而是要加倍去呵护，去珍惜。要把心留给在乎你的人，把情留给深爱你的人。不要吝啬表达爱，称呼其实就能为表达爱增添色趣和趣味。往后余生，愿我们都能与所爱的人深情相待，收获感动。